香喷喷、松软可口的面包是不少人日常的早餐或点心首选。尤其在台湾人的饮食文化中，一走进烘焙坊，各式各样的菠萝面包、奶酥面包、肉松面包散发出诱人香气，令人难以抗拒。但是，你是否想过，这看似美味无害的面包背后可能暗藏着可怕的健康陷阱？事实上，现代工业制作的面包，特别是香甜柔软的台式面包，往往加入了多达9种以上的化学食品添加物。这些添加物都是合法使用的，但合法并不代表无害。营养及食品安全专家提醒，我们若长期大量吃下这些添加物，对心血管、肝肾等器官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面包香软美味背后的秘密，完整盘点面包中9大添加物陷阱，看看它们如何悄悄成为健康杀手。1. 人工香精，香气扑鼻的秘密。走在街上，远远闻到面包香味，你是否立刻食指大动？新鲜出炉的面包确实有天然麦香和奶油香，但如果隔着老远就香气扑鼻，那可不一定是天然材料的功劳。许多烘焙商会加入人工香精来增强面包的气味，由于天然香料价格高昂，且经过高温烘烤后香味容易减弱，不持久，商家干脆选择价格便宜又香气浓郁持久的人工香精。别小看这些透明或淡黄色的香精液体，它们几滴就能模拟出奶油、牛奶、香草甚至各种水果的香味，让面包闻起来诱人无比。然而，香精带来享受的同时，也潜藏健康风险。虽然人工香精在法规上属于合格食品添加物，适量使用被认为安全，但长期摄取下来仍可能伤肝伤肾，甚至危害生殖系统，增加致癌风险。尤其对于本身代谢功能不佳或有慢性病的人，体内积蓄过多人工香精的化学成分，可能加重代谢负担，诱发健康问题。那么我们要如何分辨面包是否添加了人工香精呢？其实从香味和口感上就有迹可循。没有添加香精或只用天然香料的面包，必须将面包拿进鼻子约5到10公分才能闻到淡淡香气，入口时味道也比较清淡柔和，需要细细咀嚼几下，香气才会渐渐散发出来，停留约半分钟。然而，添加人工香精的面包可厉害了，往往还隔着30-40公分就香味扑鼻，一口咬下去，香气在嘴里挥之不去，甚至留香3分钟以上。而且如果细嚼慢咽，你可能会在舌根尝出一丝微微的苦味，那就是人工香精过强的味道残留，让味蕾发出警讯。当你遇到香味浓郁、得不太自然，且嚼久出现苦涩的面包，就要小心，你的鼻舌可能正被人工香精愚弄。虽说嗅觉上的满足很诱人，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少吃这类香气过度浓烈的面包为妙。2. 人工色素漂亮外表下的隐患。卖相好看的面包更能吸引目光，不论是翠绿的抹茶吐司、粉嫩的草莓面包，还是紫色的芋泥面包，我们常常为其缤纷的色彩所惊叹。但你可曾想过，天然食材经过烘烤后，其实很难保持鲜艳的颜色。例如，用真材实料的芋头泥当内馅，烤过头颜色通常会变成灰灰暗暗的土色，不会是诱人的淡紫色。又比如，天然草莓果酱烘烤后可能发黑发暗，绝不会鲜红发亮。那些色泽诱人的彩色面包是怎么来的呢？秘密就在于人工色素的添加。人工食用色素可以让面包及内馅呈现各种鲜艳的色调，商家为了让产品颜色鲜明、美观、诱人，常会额外添加人工色素来补色。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水果口味的面包色彩绚烂，因为全靠化学色料在撑场面。例如刚刚提到的芋泥面包，如果你看到烤过的芋泥内馅依然是漂亮紫色，那极有可能就是加了紫色系的人工色素。再如抹茶面包若绿得发亮，也可能不是单靠抹茶粉，而是添加了色素来增艳，色彩再美也掩盖不了潜藏的风险。人工色素虽然大多在法定限量内使用就被认定为安全，但长期累积摄取对健康不利。有研究和案例指出，部分人工合成色素可能诱发过敏、气喘、荨麻疹等过敏反应。也有学者怀疑，摄取过多人工色素与儿童过动症的发生相关。另外，
一些色素在动物实验中被发现有致癌性，虽然正常剂量下对人体影响仍有争议，但能不吃还是尽量避免。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中叶，国际上就陆续禁用了多种证实有害的食用色素，例如曾经广泛用于食品的红色第2号色素，就因致癌疑虑被禁用。所以，面对五颜六色的面包甜点，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选购面包时，建议避开那些颜色过于鲜艳夸张的产品，尤其是标榜水果口味、彩色糖霜的面包，要特别当心色素陷阱。真正用天然素材制作的面包，颜色通常比较朴实自然，不会荧光般亮眼，别被漂亮的外表冲昏头，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内在。面包好不好吃，不靠艳丽的色素，而是取决于真材实料和烘焙技术。我们千万别让眼睛和舌头被人工色素欺骗了。3. 面包改良剂，柔软蓬松的双面刃。你是否吃过那种柔软到像云朵般的吐司？按下去弹性十足，撕开来拉丝绵延，仿佛永远不会变干变硬，放2-3天还是一样软 Q 可口。这种神奇的口感与保鲜程度，光靠面粉和酵母本身可办不到。幕后工程之一就是面包改良剂。所谓面包改良剂，其实是烘焙业常用的一类复合型添加物，它好比是面团的营养强化剂和膨大剂。改良剂通常含有多种成分，例如酵母的营养源，让酵母发酵更给力，增稠剂、乳化剂、抗氧化剂、酵素等等，目的就是全方位改善面团的性质，让发酵更顺利，面包体积更大，增加面包的柔软度与弹性，提升湿润度和保水性，还能延缓面包老化，使面包在架上保存更久，不变硬。有了改良剂的加持，即使是高糖高油的配方，面包也能烤得松软香甜，外观饱满动人。难怪现今市售面包几乎都有添加，从吐司、甜面包到酥松面包，都多少靠它来塑造完美口感。改良剂听起来像魔法粉，但我们不得不问，它真的对人体无害吗？根据规定，面包改良剂只要在法定使用范围内加入，是被认可为安全的。目前一般认为，常用的改良剂成分在低剂量下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然而，仍有一些科学研究对某些改良剂成分提出了警讯。例如，以前有的改良剂产品含有溴酸钾这种强氧化剂，能大幅提高面包体积和口感，但后来被发现有致癌风险。许多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在食品中使用溴酸钾。还有的改良剂可能在体内代谢产生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总之，改良剂并非全然无害，长期大量摄入仍可能埋下癌症等健康隐忧。况且，每家烘焙坊使用的改良剂配方不同，成分五花八门，难保没有潜在风险的物质。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买的面包是否加了很多改良剂呢？其实，面包的保存和口感状态能提供线索。正常纯天然的手工面包放室温下，1天左右就会开始变干、变硬，口感走下坡。但如果一条吐司放了2天还依旧柔软湿润，如同刚出炉，那10之8九就是添加了不少改良剂在里面了。另外，若是面包柔软的异乎寻常，捏起来几乎没什么劲道，那虽然吃口讨喜，却可能是添加物在发挥作用，而非面粉本身的筋性。有经验的烘焙师甚至打趣说，现在市面上超松软的面包都不像是面粉做的，倒像添加剂做的。所以我们在享受柔软面包时，不妨多留意，过于松软的口感也许是一把双面刀。爱惜健康的话，别老是挑选松到不像话的面包，把口腹之欲建立在添加物上，偶尔尝鲜可以，但经常食用，潜在风险不容忽视。4. 面包蓬松剂，10分钟膨胀的魔法粉。传统的面包发酵需要时间和耐心，一般面团基本发酵就要1-2个小时，还要整形后最后发酵，再入炉烘烤。然而，在讲究效率和成本的商业烘焙中，有一种神奇的粉末能大大缩短面团膨胀的时间，那就是面包蓬松剂。有了蓬松剂的帮忙，面团在10分钟内就能发起来，替代了漫长的自然发酵过程。蓬松剂的原理多半是利用化学反应产生气体来撑大面团，就像我们烘焙蛋糕时用的泡打粉、小苏打一类物质。
当蓬松剂遇到水和热，会迅速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把面团撑得松松软软。对商家来说，这真是节省时间、人力的秘密武器，不用等待酵母慢慢工作，几分钟就搞定面团发酵，大量生产，快速又方便。但凡事有利有弊，蓬松剂让面包又大又软，看似完美，却可能埋下健康隐患。首先，许多蓬松剂的主要成分之一是磷酸盐或其他无机盐，大量摄入可能影响钙质吸收和骨骼健康。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蓬松剂，尤其是传统中式糕点、馒头常用的那类臭粉和含铝泡打粉，含有铝化合物。铝会在人体蓄积，长期过量摄取与大脑神经损伤及智力发育迟缓相关。科学家指出，铝在脑部累积可能影响记忆和认知功能，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阿兹海默症等疾病风险。虽然一般食物中铝含量很低，但如果你天天吃大量添加含铝蓬松剂的糕点面包，风险就不能忽视了。此外，有些人肠胃较弱，消化不了化学蓬松剂膨出的气孔结构，吃了可能肠胃不适甚至腹泻。所以，看似省时省力的蓬松剂，其实把发酵的负担转嫁给了我们的胃。我们在市面上如何识破蓬松剂的踪影呢？其实，面包的体积和重量比例可以作为判断依据之一。如果一个面包外观看起来很大、很蓬松，但拿在手上出奇的轻飘飘，那就有可能是化学气体吹起来的成果。正常全麦面包或传统欧式面包相对密实有嚼劲，分量会压手。相反，某些超大超软的工业面包轻如棉花，一压就瘪，十有八九用了蓬松剂。还有一个民间流传的小技巧，吃面包时舌头感到一丝麻麻的，得警惕是否含有蓬松剂或其他化学添加。虽然感觉因人而异，但不少人反映某些商业面包吃完舌头发麻或不适，可能就是添加剂在作怪。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最好停止食用，并揣测是不是遇上了快速发酵的化学面包。为了长远健康，建议选购发酵时间充足、质地扎实的传统面包，少吃那种大而无当的海绵面包。5. 意面剂，快速出炉的秘密武器。随着现代人对面包的需求量暴增，许多烘焙坊和工厂都想尽办法提高生产效率。有一种添加物干脆把多种功能集合在一起，一次满足面包快速膨胀、柔软蓬松的需求，被行内称作意面剂。简单说，意面剂就是乳化剂、蓬松剂、软面剂的混合体。一包粉末里头包含了几种作用，既能像刚才提到的蓬松剂一样加速面团膨胀，又含有乳化剂和柔软剂，让成品口感更佳。因此，添加了意面剂的面包，面团发酵时间大大缩短，可以更快速的出炉销售。对面包店来说，当然是提高产能的好帮手。不过，意面剂带来效率，也可能带来健康问题。首先，由于它让面团的发酵过程被压缩得很短，酵母来不及进行完整的发酵。正常发酵能分解一部分麦麸、麦蛋白等成分，使面包更容易消化。而发酵不充分的面包，里面的某些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可能还没被预处理好，人体食用后消化负担会加重。有些人吃了这类面包，会觉得肠胃胀气、消化不良，长期下来对肠胃可能是种伤害。再者，意面剂毕竟是多种化学物质的复合，当中某些成分或许单独吃没问题，但混合在一起长期食用，其协同作用对健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充分研究。简而言之，我们的身体并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快速发酵化学套餐，吃多了只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那如何辨识面包是否用了意面剂这种东西呢？由于意面剂主要目的是追求极致的松软和高产量，所以通常添加它的面包质地会异常松散，结构不够紧实。一个判断方法是看面包掉屑的情况。正常的面包，尤其是充分揉捏发酵的好面包，组织有一定韧性，不会随便一直掉面包屑。如果你发现某面包轻轻一碰就碎屑纷飞，结构松散，那就可能是用了意面剂或过多蓬松剂，导致面包结构虚浮不牢。对于这类入口即化、松散异常的面包，我们要多留一个心眼。当然，
有些酥脆类面包掉屑多是正常的，比如千层可颂。我们这里指的是本该柔软的面包却掉干屑的不寻常状况。一旦遇到这样的面包，建议下次尽量别再购买。毕竟那迷人的蓬松口感很可能是数层添加物的效果，而非常规发酵工艺。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应该选择传统工法扎实发酵的面包，用时间换取风味，而不是用添加物换取速度。6. 面包乳化剂锁水柔软的隐形帮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市售的吐司汉堡面包可以放好几天都不干不硬，而自己在家烤的面包隔天就干涩发硬？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乳化剂在背后发挥了作用。乳化剂是食品工业中的万用添加物，面包工业正是乳化剂最大的用武之地。它的原理是具有双氢分子结构，一端氢水，一端氢油，能够帮助油脂和水充分结合成均匀的乳状，不会彼此分离。在面包制作中加一点乳化剂，能让面团中的油脂、水分、面粉融合得更好，面团更加柔软，易于加工。而且由于乳化剂能抓住水分子，所以烤出的面包内部湿度较高，口感特别柔软，不干涩，存放时也不易迅速变干硬。乳化剂还能让面包的孔隙结构更细密均匀，因此成品体积看起来更蓬松饱满。不仅如此，它还有延缓老化的效果。面包之所以会变硬，是因为淀粉老化吸出水分，而乳化剂可以部分抑制这个过程，让面包软的时间延长。因此，对于商家来说，乳化剂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好伙伴。从超市袋装切片面包到高档面包店的产品，都能找到乳化剂的踪迹。然而，看不见摸不着的乳化剂其实对人体也有潜在威胁。首先，过量的乳化剂可能伤害消化道黏膜。有专家形容，乳化剂其实就像一种清洁剂，把面团里的油水搅和在一起。但当我们吃下肚后，它也可能顺带把我们胃肠壁上保护性的黏膜给一起搅和掉。正常情况下，胃壁有一层蛋白质粘液保护，避免胃酸对自身组织的腐蚀。动物实验发现，摄入高剂量某些乳化剂后，这层保护膜会变薄，长期可能导致胃壁受损或发炎。换言之，乳化剂可能削弱肠胃的天然屏障。此外，科学家近年也在关注乳化剂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有研究在老鼠身上发现，常用的食品乳化剂可能使肠道中有益菌减少，有害菌增加，进而引发慢性肠道发炎和代谢问题。虽然在人类身上的影响尚未完全确定，但也有学者怀疑现代人肠道疾病和肥胖率升高与各类加工食品中的乳化剂不无关系。毕竟这些添加物每天在我们体内搅和微微地改变着肠道环境，长年累月下来，也许会产生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的负面效果。作为消费者，我们很难直接从口味上察觉乳化剂，因为它不像香精、甜味剂那样有明显的味道，但仍有一些原则可供参考。优先选购标榜天然发酵、无添加的面包品牌，或者购买当天现烤、当天卖完的面包。这类面包通常不靠添加物延长保存，口感可能隔天就略逊，但相对更安心。另一些天然的原料，如蛋黄、大豆、卵磷脂，也具有乳化作用。如果你看到烘焙坊强调使用蛋奶等天然原料提高品质，那面包中化学乳化剂的含量应该比较低。反之，如果某面包异常柔软湿润，标榜保鲜配方、长效柔软等字眼，那多半就是靠乳化剂在发挥魔力。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开乳化剂，但至少可以有所选择地减少摄取，让面包回归简单的原料和工艺，才能吃得更安心。7. 面包防腐剂，久放不坏的秘密。面包是谷物加水烘烤的产物，最怕的就是发霉变质，特别是柔软湿润的面包，含水量高，在温暖的室温下，通常1-2天就容易长霉。但现实中，我们常在超市买到标示可以放5-6天的袋装面包，甚至有些面包即使过了赏，味期还完好如初。这背后的秘密就是防腐剂。面包防腐剂能抑制霉菌和细菌生长，延缓发霉时间，让面包的保存期大大延长。通常越是软湿的面包或夹馅的面包，越需要添加防腐剂来避免变质。否则像鲜奶油面包、肉松面包之类，
常温下几乎隔夜就不新鲜，甚至腐败了。常用的面包防腐剂，例如丙酸盐类，如丙酸钙、丙酸钠等，对霉菌特别有效。所以很多预包装、吐司、餐包都离不开丙酸盐，它们保护面包不发霉。但我们的身体也在日积月累地摄入这些化学物质。防腐剂的危害在于长期慢性累积，虽然一次吃进去的量很少，不会立刻有不适，但科学研究显示，某些防腐剂长期摄取可能对肝脏、肾脏造成影响。这些代谢器官就像无声的过滤网，将添加物成分留在体内，日子久了负担会变重。有研究对动物喂食高剂量丙酸盐，发现肝肾指数异常。在人类身上也有观察到防腐剂可能干扰肝酵素的报道。虽然我们日常摄取量远低于实验剂量，但如果每天都吃含防腐剂的食品，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更何况，一些敏感体质的人可能对防腐剂产生慢性过敏或不耐症状，比如肠胃不适、偏头痛等等。防腐剂狡猾之处在于，我们无法用肉眼或味觉辨别它的存在。面包加了防腐剂，颜色、气味、口感几乎没两样，因此消费者很难直观判断。不过，我们还是有小技巧可以参考。首先，尽量选择信誉良好、标示清楚的品牌或店家购买面包。大品牌通常严守添加物限量，不敢乱放过量，而路边不知名的超便宜面包，如果保质期长得离谱，就要怀疑了。其次，注意面包的保存表现。如果一款面包过了标示的赏味期1-2天还完好不发霉，那多半就是添加了防腐剂的结果，或经过特殊无菌包装处理。一般来说，无添加的天然面包即使冷藏保存，也难以超过几天不发霉。因此，当你发现面包久放不坏，反而应该提高警觉，而不是暗自庆幸捡到了耐放的好面包。最后，要尽量现买现吃，新鲜最佳。有些工厂面包会在包装时冲入氮气或经过无菌处理，试图不用防腐剂也延长保存，但那通常成本高昂，普通面包店不太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要记得守护自己的肝肾，多花点心思挑选不添加多余防腐剂的天然面包。面包还是热腾腾新鲜的好，过长保存期换来的便利可能是以健康为代价。8. 氢化油，香酥口感中的隐形杀手。很多人爱吃奶香浓郁、口感绵润的软面包，例如奶油卷、菠萝面包等等，其中关键的一项原料就是油脂。传统的美味来源当然是天然奶油，但天然奶油价格昂贵，而且在常温下容易变软，保存期短。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存，同时保持面包的柔软和香气，不少商家会使用植物性起酥油或者人造奶油来取代天然奶油。这些起酥油大多是通过氢化植物油制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氢化油。氢化油将本来液态的植物油转变为半固体的脂肪，成本低廉，易于涂抹塑形，又耐高温，不易腐败，简直是烘焙师的梦想原料。面包中添加氢化油，不仅香气不错，口感更是特别柔软湿润，令人一吃难忘。台式面包那种入口即化的细致质地，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氢化油的使用。但美味的代价在氢化油这里表现得格外残酷。氢化油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反式脂肪，早已被营养学界视为心血管健康的头号大敌之一。反式脂肪会提高体内坏胆固醇 LDL 的含量，降低好胆固醇 HDL 的水平，长期摄取将大大增加心脏病、中风等风险。研究甚至指出，反式脂肪的危害比饱和脂肪还严重，因为人体几乎无法代谢它们，只能任由其在血管内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反式脂肪还被怀疑与某些癌症、第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相关。可以说，氢化油里隐藏的反式脂肪就是慢性的毒药，一口口累积在我们体内。过去几十年，全球已有许多医疗统计数据证实反式脂肪的危害，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出手管制或禁用。例如2018年，美国已全面禁止食品中添加工业氢化油，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要在2023年前在全球范围消除工业反式脂肪。可以说，反式脂肪正走向全世界逐出食品界的命运。
那么我们日常买的面包怎么知道有没有氢化油呢？一方面可以查看包装标示，有些预包装面包会在配料上写着植物性奶油、酥油、马其林等字样，看到这些字眼就代表用了氢化油。另一方面，散装面包没有标示，那就凭感觉判断。很多人发现吃了含氢化油的面包，喉咙会有种黏腻感，觉得痰多，想清喉咙。这是因为氢化油在口腔和喉部留下油膜，引起不适。如果你吃某家面包，每次都感到喉头不清爽，老想咳2声，很可能就是该店的面包用了不少氢化油。遇到这种情况，不妨换一家店或换种面包试试，别让自己的咽喉替黑心油买单。好消息是，近年来许多负责任的店家已开始改用未氢化的植物油，例如棕榈油、椰子油等天然油脂调制的起酥油，替代传统氢化油。还有的使用乳脂肪含量高的进口天然奶油，虽然成本上升，但品质和健康度都更有保障。身为消费者，我们也应该用选择支持健康的改变，远离含反式脂肪的面包，多购买标榜零反式脂肪、使用天然奶油或非氢化油的产品，让黑心氢化油无利可图，自然就退出市场了。9. 糖精，甜蜜背后的苦涩。说完油脂，再来看面包中的甜味。大家都知道，做面包通常会加糖，不管是为了为酵母发酵，还是增添风味，糖都是面包配方里的重要角色。传统上，烘焙师讲究用细砂糖、麦芽糖等天然糖分来调味，但有些不良业者却为了节省成本，走起了偏门。他们会加入人工甜味剂来部分取代真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糖精。糖精这种人造甜味剂，甜度是蔗糖的数百倍，但价格低廉且不用加太多，就能产生明显甜味。对于想省钱的商家，糖精无疑很有诱惑力，能减少增糖用量，还能使面包尝起来特别甜。别小看一粒粒糖精钠盐，它可是历史悠久的人工甜味剂，在早期物资缺乏时代广受青睐。然而随着科学进步，人们发现糖精并非那么美好。糖精的安全性争议其实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早在1970年代，动物实验报告就指出，高剂量糖精会导致实验鼠膀胱癌，这引发了公众对糖精的恐慌。一时间，糖精被贴上可能致癌的标签，许多国家对食品中使用糖精的量做了严格限制。虽然后续研究对人类致癌性的证据不明确，而且糖精的代谢机制在人和鼠之间有差异，但专家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就不用。毕竟糖精除了疑似致癌，在部分人身上还会引起头痛、过敏等反应。此外，糖精带来的甜是没有热量的，听起来好像是减肥福音，但也有研究指出，长期摄取人工代糖可能干扰人体的血糖调节，导致代谢混乱。所以，糖精甜蜜的背后潜藏着苦涩代价，我们不可不慎。我们要怎么判断面包里是不是加了糖精这类人工甜味剂呢？幸运的是，糖精留下了一个破绽，可供识别它的甜味特征和蔗糖不同。用糖精调味的面包吃起来甜度虽然强烈，但甜味停留时间异常长，吞下去很久，嘴里还是甜的。而且糖精在高浓度时会带有明显的后苦味，有些人形容像金属的苦涩感。你可以细心体会，正常用糖的面包，甜味适中且随着咀嚼吞咽逐渐消失，不会拖泥带水。掺了糖精的面包，往往一入口甜得发腻，咽下后甜味仍紧黏着舌头，过一阵子还可能泛起苦味。如果你吃到的面包甜味怪怪的，不自然，那就要怀疑是不是假甜了。另一个辅助判断是看价格和甜度，价格极低，甜味却很强的产品最值得起疑，因为真正用大量砂糖做的面包成本不会太低。当然，最直接的方法还是看成分标示，如果上头出现甜味剂、糖精钠等字样，就确认无疑了。总之，糖精这种廉价的甜，不是给我们健康添甜，而可能埋下苦果。我们还是老实享用少量天然的糖分，更安心也更美味。以上我们深入剖析了面包中常见的9大添加物陷阱：人工香精、人工色素、面包改良剂、面包蓬松剂、意面剂、乳化剂、防腐剂、氢化油和糖精。这些合法添加物在现代烘焙业中广泛应用，塑造了面包诱人的香气，
色泽和口感，延长了保存期限，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们潜在的健康代价，从肝肾负担到心血管风险，从过敏反应到癌变隐忧，几乎涵盖了身体各大系统的伤害。或许有人会说，偶尔吃1-2个面包不至于这么可怕吧？确实，偶尔解馋问题不大，但可怕就在于长年累月的习惯，如果每天早餐都来一份高添加物面包，加上其他加工食品的累积效应，日子一久，我们的身体迟早会发出警报。就像温水煮青蛙，添加物的伤害往往是慢性的、潜移默化的，等你发现时可能已经太迟。难道我们从此就不能安心吃面包了吗？其实也不必过度恐慌，关键在于选择和适量。首先，我们可以选择添加物少的优质面包。现在也有不少烘焙坊主打纯天然无添加，只用面粉、酵母、盐、糖等基本原料制作面包。这类面包可能外观朴实，保存期短，需要花多一点钱，但吃起来更安心。如果买不到手工天然面包，也可选择欧式硬面包、法国长棍这类传统面包。由于风格所需，它们通常不添加香精色素，成分简单，油糖含量也低，自然就比较没有上述那些陷阱。相反，越是松软、香甜、内馅丰富的台式甜面包，越可能添加物多，我们就要留神。其次就是掌握食用的频率和量，如果实在难以完全避免高添加的面包，那就尽量少吃，不要天天吃，更不要让小孩子养成每天糕点面包不离口的习惯。平时多改用其他天然的主食替换，例如地瓜、玉米、全谷杂粮饭等，至少营养丰富且无添加物。退一步说，自己动手烘焙也是不错的选择。现在网络上食谱资讯发达，只要简单的材料也能做出香喷喷的面包。虽然口感可能没有商店卖的那么软那么香，但淳朴的风味才是真正的幸福滋味。最后，我们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吃这件事。面包的确美味方便，但千万别被一时的美味冲昏头，忽视了健康隐患。食品添加物就像隐形的账单，你现在贪图方便和口感，将来可能会以健康作为代价来付账。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的选择，其实都在影响食品业的风气。当越来越多人关注食品安全，拒买高添加物的产品，厂商自然会调整策略，研发更健康天然的配方。让我们一起成为聪明的消费者，看清面包里的可怕真相，避开那9大陷阱，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严格把关。从今天开始，选择用更安心的方式享受面包的美好滋味吧。健康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